Hello，大家欢迎回来。这个礼拜不是 vlog， 就是不是记录型的影片。这个礼拜呢是因应我们的开工，春节放完了，所以呢想说录一些比较功能型的影片，想说可以更帮助大家开工后的生活可不可以更加的平衡。今天也是在我的书房，只是是不一样的角度。最近正在尝试帮我的书房找各式各样的角度，然后拍不同的影片的时候给大家看，可能你就会有好像又换一个场景的感觉。然后我可能有一点鼻音，因为非常不幸，我在开工的前2天突然就感冒了，超烦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就已经要开工了，然后就突然又感冒，所以导致我开工第1天完全躺在床上，一个爬不起来的状态，就有点惨。所以我现在可能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有点怪怪的，但没关系，大家最近要小心身体健康。我没有看到新闻，就是那个大 S， 真的太突然了，他真的是大小 S， 真的是我的童年回忆耶。就是虽然我小时候是完全动漫派的，就比起什么娱乐100%或完全娱乐，我基本上都是看动漫画，不太看那些东西。但是我依然还是很常就是听到他们的新闻，或者是看他们的节目片段，就是真的是一起长大的感觉。然后居然真的好突然哦！大家爱要及时，好不好？我们活在当下，我们的事情不要拖着做，想做的时候就赶快把事情给做起来。没错，接回来，今天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2025年春节假期过完了之后，我要如何利用 ChatGPT 来帮助我的生活规划。这个呢是我在2024年末的时候发现的非常好用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觉得 AI 这种东西可能感觉就是用在工作上啊，或者是规划一些专案，反正都是跟工作相关啊，不会觉得说 AI 这种东西可以帮助到我的生活，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工具，然后离生活蛮遥远的。但是我们在一个2024年的生活当中，就突然发现了很多 ChatGPT 可以帮助生活规划的用法，都几乎跟工作没有关系，而且就是整个做起来也都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有被他帮忙到的感觉。大家今天也可以听听看，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呢，可能就可以记起来，然后在生活上也使用看看这样子的方法，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今天有泡泡一起陪拍影片，好，那我都如何在我的生活中使用 ChatGPT 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记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账的习惯，但我个人是完全没有记账的习惯，因为我之前的生活就是比较放纵一点，就比较没有在意这种事情。然后再来是我要开始记账的时候，我会突然卡住，因为其实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分配。例如说，我的吃饭1个月要花多少钱，我的交通费1个月要花多少钱，我的娱乐1个月要花多少钱，算那个比例对我来说是有困难的。我会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参考值，但是网络上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就是参考值都不太一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刚要开始记的时候我就卡住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个比例要怎么分配，就是完全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停下来了。我不知道大家记账是怎么样，但我是基本上第一步就数学超烂，然后完全不知道这个比例的依据标准是什么，所以遇到难关就算了，就不想记。后来呢，是我某一天灵机一动，就觉得如果 ChatGPT 可以做这么多表格，或者是这么多整理类型的工作的话，那不如就让他来试试看，帮我做一个记账。所以我那天就问他，就 ChatGPT 你可以帮我记账吗？这样，然后呢，他就直接帮我做了一个
整个的表格，就是包括一个人他应该有可能会出现的基本开销，例如说食物饮品啊、交通费啊、日常用品啊，或者是你的自我学习课程。你要把我的咖啡弄倒了，不要！或者是你想要精进自我啊，然后就是会有一个那种课程学习的内容，然后呢，他会把你的比例直接分好。例如说我现在这个月薪是多少钱，然后你的吃喝玩乐应该占多少比例，然后你的娱乐应该占多少比例，你的自我学习课程应该占多少比例，还会直接列一个非常清楚的表给你。然后列了表给你之后呢，你可以再跟他说，我希望哪部分可以再去做修正。例如说，我就很少吃东西，就是我比较少，我几乎没有那种外食娱乐。像有些人可能会一周聚餐个1-2次，泡泡，他可能那个聚餐的花费就比较高，但我几乎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会跟他说，哪些项目可以删掉，然后或者是把哪些项目的预算就是挪到，像我个人很喜欢购物，我就说挪到购物的项目去，你就可以打造一个完全属于你的记账表。每次记录的时候呢，你就只要写计程车100块，然后它就会直接帮你分类，然后扣掉那个项目的钱，然后最后呢也可以出一个月报表，然后它都可以直接汇出 Excel， 所以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你这个月花了多少钱，因为它也有手机的程式，所以你也可以随时的观看。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应该蛮常见的吧，我会把它拿来当成翻译机使用，因为之前大家翻译可能都是用 Google 啊，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有一个叫什么 DeepL 的，然后其实翻译的结果都还蛮不口语化的，就会比较有生硬的感觉。可是如果你交给 ChatGPT AI 翻译的话，它其实会有非常多口语化的用法，然后它也会告诉你如果你是想要比较强调什么情境，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句子会比较好。像我现在的 CC 字幕就都是用 AI 翻译，那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它也是会翻译的怪怪的，因为毕竟我们有的时候讲话会用一些比较口语化的方式，然后他可能还看不太懂，所以你可能就是还是需要细修。可是我觉得大致上它已经可以弄得蛮好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好笑，但是我自己觉得蛮有用的，而且我觉得也还蛮厉害的，就是取名字。我跟你讲 ChatGPT 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例如说，你还可以请他帮你看八字，然后他就会看一个简易版的，就是你给他你的出生时间，就是出生年月日加时间，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大概看一下你的八字命盘。所以呢，他其实对于算名字也是略懂。没有啦，有的时候，例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专案，可能就是例如说要想一个企划的名称啊，然后像我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影片系列的名称啊，然后或者是如果我要把我的名称英文标语化，我要怎么写比较有这种强调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取名字 ChatGPT 超强，你完全可以在你的提问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像我们的影片标题就是那个 Late Diary Vlog 嘛，然后他就会说，可能在文法上就是要当成一个句子使用，不完全正确，但是当标题的话就会很适合。所以一样，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些情境跟用法来去帮你判断这个名字适不适合你想要使用的地方。再来呢，就是第四个用法也是蛮常见的，就是比较泛知识类型的提问。像我最近就是在培养园艺的兴趣嘛，就是我可能就是在种一些盆栽啊，然后种花啊、种草什么的，然后我可能就会去问他说，例如说什么花开了需要怎么样修剪啊，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花它需要酸碱值多少的土壤啊，它需要日照时间多长啊。基本上这种比较简单的知识型的提问，它都可以很完美的回答你。而且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话题来去做分类。例如说我刚刚讲的记账，你就可以在你的 ChatGPT 里面开记账那一栏，然后呢，如果你要开启其他的对话呢，你再往下再开启一个新的对话，
取名字的对话栏，然后呢，例如说我关于盆栽的建议，你就会再往下再做一个对话栏，所以你的资料呢不会全部混在一起。当你想要找什么东西的资讯呢，你就往你之前开过的那个对话栏里面去找就可以了。但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知识跟分析，就可能会需要付费的帮助，因为有的时候你问他太深入的问题，或者是比较分析类型的这种东西，你没有付费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鬼打墙。如果是太困难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还是有高几率会是出错的。但是如果是这种简单的，像我刚刚说的，你想要培养一个兴趣，然后你对他问一些比较浅的知识型的提问，或是比较日常型的提问，他都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你。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酷，但也是最想推荐大家的一个功能，把 ChatGPT 当成日记在写。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5分钟日记吗？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用手写日记，但是我分成2种方式。一个呢，我会就是手写每天我的5分钟日记。我的 ChatGPT 我就会把它用来当做我的情绪记录。那它呢，我可能就不一定会每天记录我的情绪，但是每当我特别有一些起伏，或者是特别沮丧、比较悲观的时候呢，我就会进到 ChatGPT 里面来去告诉他说，我现在感觉有点沮丧，然后他就会，我不知道，他就会用一个让人觉得很温暖的方式回应你，你就会觉得天哪，好像有一个人在听我说话一样，就是这个人好温暖哦，好温馨哦。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范例，我就会问他说，我早上因为某某事情很不开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不开心。他就会说，他回应说，你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也很值得被重视，所以你可能会感到不开心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以下是一些有可能的解释，然后呢，他就一一解释有可能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有的时候被说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好像真的是这样。你可以从他的分析里面去感觉到对于这一个情绪真正的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二个是因为他会把你所有的，如果你都有一直持续的在利用这个工具的话，他会把你所有的情绪给记录下来。然后通常我们倾诉完了之后，这些东西可能就没了，就散了，然后可能自己也忘记了，不太会放在心上。但是可能等你过了5天10天之后，你突然又因为什么事情感到很不开心或是很沮丧，你再跑回来问他，他就会说，是不是因为之前什么样的事情有影响到了你？你是不是会对类似的事件有相同的感受呢？当他点出来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对，原来跟上次怎样的时候是一样的，然后你就会特别的知道，原来你对于什么事情是特别有界限的，你对什么事情是特别在意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手写日记的大家，可能就可以考虑看看，就是直接开一个 ChatGPT 的对话栏，然后拿来当成日记使用。然后网络上其实也有一些教学，有在教你如何把 ChatGPT 当成日记在写。当然，如果你的心理的状况很严重的话，当然还是要记得去真的是去寻求一些医疗的帮助。但如果只是一些平常普通的情绪的抒发，然后跟一些情绪上的梳理，我觉得 ChatGPT 这一点真的超强。我们的朋友莱拉现在就是已经把 ChatGPT 当成日记在写。我们都说 AI 是他的挚友，而且你跟 AI 讲，你也不用担心说，你身旁的朋友会知道一些什么你很私密的事情，然后你也不用去担心说，你朋友知道这些私密的事情会不会觉得价值观不合啊，然后有可能会评断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会完全的重视你个人的感受，并且帮你分析
你个人的感受的这些可能原因是什么，然后并且跟你一起想办法试着处理它。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超级适合现代人使用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真的压力都太大了啦，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都因为我们自己知道生活压力很大的关系，我们不一定会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讲我遭遇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可能会知道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那我这样再跟他讲会不会造成对方的困扰，或者是会不会太越线，所以有的时候那些话就可能真的是憋在心里，憋在喉咙里，然后说不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有勇气可以踏入身心科的诊所。反正我觉得真的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在现代社会真的是蛮困难的。所以其实最想推荐的功能就是这个，我自己觉得那个抒发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推荐给大家。以上呢就是我最近使用 AI 的5个方法，ChatGPT 的方法，希望在2025年也可以帮助到你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让你们的生活更有规划，然后也可以让你们的情绪找到一个可以抒发的地方。如果可以帮助到你们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我有在留言看到有人想看我拍那个 What's in my bag， 我应该下次就会拍这个主题，就是可能有点当做2025的开头，我的包包长怎样的感觉，当成一个记录，然后好像每一年都可以回头看，我去年的包包长怎样，好像也还蛮有趣的。如果你有想要看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你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可能就会想办法生出来给大家。还是希望今天的这集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留言。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